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，学习心理学可以让你了解人性，更了解自己。有一本神书，由诺贝尔奖得主用50年的研究功力，把心理学推向大众。超级多畅销书都引用它的内容。如果我今天去无人岛只能带一本书，我会带林香写真集。那再来呢，我就会带这本《快思慢想》哈。那这是一本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书。今天的影片真的看几分钟，智商就增加多少？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，一起笔记起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弟摩斯拉。今天来讲《快思慢想》这本书，作者丹尼尔·康纳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行为经济学之父，但他其实是一名心理学家。康纳曼1934年出生在以色列，是个犹太人。他小时候经历过第2次世界大战，那个时候在德国纳粹的统治之下，犹太人身上都要贴上大卫之星的标志，还要遵守晚上6点的宵禁。那有一次呢，他7岁的时候去找朋友玩，不小心玩太嗨，超过宵禁，就是说犹太人不能在外面走了。他整个吓坏了，他就把他的毛衣呢反过来穿，把大卫之星遮住，希望不要被发现。结果迎面走来一名穿军服的德国士兵，把他叫过去。那这个时候他想说，完惹 QAQ， 他要被抓走惹。你可以想象，在2战的时候，一个7岁的犹太小孩遇到德国士兵会是多么的害怕。结果这个士兵竟然温柔地抱住他，给他看了儿子的照片，还给了他一些零用钱。那这个经历呢，对年幼的康纳曼来讲是个巨大的冲击。一个纳粹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抓走犹太小孩，但是在那个情况下，纳粹士兵也只是一个小孩的父亲而已。所以作者在很小的时候呢，就体悟到原来人性是极度复杂的。从此呢，他就爱上了心理学。那人性的复杂呢，就要从我们大脑里面的2个系统开始说起。我很喜欢电影《脑筋急转弯》里面的概念。我们的大脑总部里面呢，住着不同的情感角色，像是乐主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表现出很乐观；怒主导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很愤怒。那作者就说呢，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就住着2个系统。第一个喜欢快思考的叫做系统一，系统一负责处理一些简单的资讯，会用最快的速度呢，咻咻咻给你答案。比如说，你一看到这个图，你想都不用想，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在生气。因为系统一比较简单，所以可以一直工作，脑力的消耗又很少。但是系统一没办法做太复杂的事情，比如说这个数学问题，一支球棒跟1颗球总共1.1元，球棒比球贵1元，请问球多少钱？你的直觉可能马上告诉你是0.1元，但其实正确答案是0.05元。像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，连哈佛大学都有50%以上的学生答错，这是因为系统一没办法快速的做复杂的思考。那第2个喜欢慢慢想的呢，叫做系统2。系统2擅长计算、推理、分析这种比较烧脑、困难的事情，所以脑力的消耗呢也比较多。那了解系统2的运作呢非常重要哈。我们这边花一点时间呢来测试一下你的系统2。通常这个测试表现良好的人呢，智商也都比较高哈，所以大家可以认真测试一下。那接下来荧幕上会出现4个数字。请你帮我把每个数字加3之后念出来。那如果超过10的话呢，就取个位数。比如说画面如果出现2954，你就马上念出5287，然后看一下答案对不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测试喽 ，Go！大家可以留言一下你答对几组，还有你刚刚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李多惠滑过去？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呢，当你的系统2启动的时候，是非常耗费心智资源的，你需要非常的专注，甚至没有办法发现有一个李多惠滑过去。这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2个系统，快思考的系统1跟慢思考的系统2，也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叫做快思慢想。我们可以看到2个系统各有优缺点。实际上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呢，都是系统1先用最快的速度处理，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呢，系统2才会接手，这样子我们生活中大脑才不会消耗太多的能量。但是系统1有的时候会想太快，而系统2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懒得启动，会选择直接相信系统1的结果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就会产生错觉跟偏见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会过度的自信、自以为是，因为系统1为了要求快速呢，有一个特质叫做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。看到一点小地方就觉得全部都是那样，简称 WYSIATI。这个简称没有比较好记啊。傻眼。比如说有些人呢，因为喜欢的网红业配，就相信业配的产品很好；因为支持某个政党，就相信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全部都很棒；因为喜欢一个人，就觉得他什么都很完美。那这个也叫做月晕效应或是光环效应。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思考，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没什么道理啊。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呢，都会 WYSIATI，像是看了一本书就觉得自己是心理学大师。
看新闻说股票会涨，就真的跑去买股票。这其实不能怪你，要怪就怪你的系统一，让你 WYSIATI 看到一点小地方就自信爆棚，做错决策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自以为是的人呢，你就可以优雅的跟他说，呵呵，你好像有点 WYSIATI 哟，呵呵。这样说不但可以让你显得有学问，还可以让你俏皮的嘲笑自以为是的人，好优雅啊！呵呵。人生中很多错觉也是这样子来的。我们人生中常常遇到各式各样难以回答的问题，比如说大家都想要问的，你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你呢？那这就是一个人生好难的问题，对吧？那像这种人生难题呢，系统一就只想要简单暴力，快速得到答案，所以系统一呢会把一个困难的问题过度简单化。比如说，他喜欢你吗？这个困难问题简化成，那他看到你都会笑吗？哦，如果有笑，那他就是喜欢你咯，开心。但是早餐店阿姨看到你也会笑啊，阿姨还会叫你帅哥啊。阿姨有喜欢你吗？没有嘛，这个就是简化问题造成的错觉。很不幸的呢，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不停的简化问题。我们在深度工作力的影片里面呢，也讲过，大脑会遵循最小阻力原则，人类的天性就是想要耍废。如果系统一过度简化问题呢，就有可能会造成偏见跟错觉。那有了这些基本观念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拿诺贝尔奖了。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在股市中都会赔钱？股市名嘴都会说，赚钱其实很简单啊，买低卖高。你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眼中也知道，但是还是没有用。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买高卖低，成了可爱的小韭菜呢？丹尼尔·康纳曼提出的展望理论研究发现，当你今天赚了100万，你可能会有一个小快乐，但是同样的，你赔100万，你可能会超级崩溃。原来人类对于得失的感受是不对等的，因为人类有厌恶损失的天性，我们不喜欢损失的感觉。所以当你身上有2档股票，一个是已经赚钱而且还在持续上涨的股票，另外一个是已经赔钱而且还在持续下跌的股票，你会先去卖那个确定赚钱的股票，让自己的收入停止，然后不会去停损那个可能赔更多钱的股票，反而让自己越赔越多。那这就是一个超级不理性的行为，对吧？那这是因为我们讨厌损失，讨厌赔钱，讨厌失败的感觉，也是大部分的人为什么股市会赔钱的原因。展望理论告诉我们呢，当人类确定会得到的时候，会变得更加的保守；当人类面临失去的时候，会很不理性的去冒险赌一把。所以，当你今天交到女朋友了，你可能就会开始敷衍一下啊，打电动啊。但是当你面临分手的时候呢，你会更愿意不顾一切的去冒险挽回。这可能不是因为你很爱女朋友，是因为展望理论。那最后呢，如果你成功听到这边呢，我要恭喜你。接下来这个理论呢，跟人生的幸福还有快乐有关，叫做风中定律。这个理论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评价一段回忆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2个时间点的感受：最高潮时候的感受跟结束时候的感受。这是因为系统一的思考很快，所以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呢，会优先想到一段经历的峰值跟终止时候的感受。那其他时间的回忆呢，很容易就会被系统一忽略掉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追剧的时候，就算前面的每一集都很好看，但是最后烂尾，你就会觉得这韩剧很难看。那反过来说呢，如果你想要一段回忆是美好的，你就要确保最高潮的时候跟结束的时候感受都很好。各位直男朋友们，风中定律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女朋友或老婆在生气的时候，你就要带她去餐厅约会，一定要有一道菜超级好吃，创造一个高潮。那结束的时候绝对不要白目，留下一个好印象。那今天呢，把这个求胜的绝招告诉大家，祝大家一生平安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：2个系统。系统一负责处理简单的资讯，快速下结论，脑力消耗很少。系统2负责处理比较复杂困难的问题，脑力消耗很多。生活中都是系统一先快速做处理，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，系统2才会接手。错觉跟偏见，但是系统一有的时候会过度简化问题，看到一点小地方就以为全部都是那样，也就是 WYSIATI。如果系统2没有启动，过度相信系统一，就可能会造成偏见跟错觉。展望理论告诉我们，人类有厌恶损失的特性。当我们确定会得到的时候，会变得更加保守；当我们面临失去的时候，会更愿意去冒险赌一把。风中定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评价一段回忆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2个时间点的感受：最高潮的时候和结束时候的感受，跟时间长短还有中间过程其实没什么关系。快思慢想对我来说是21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神书，它不会给你马上可以应用的工具，也不会给你简单易懂的鸡汤跟名言，它是一本超级厚、超级学术、理论丰富扎实，不是这么好懂的书。我自己也反复看了5次以上，而且我今天大概也只讲了5%的内容。但是我觉得开始了解这些底层的心理学知识呢，可以让我们未来在遇到人生难题的时候，有机会觉察到自己正在产生错觉或偏见，冷静下来，叫醒系统2，让我们更理性的去面对这个世界。
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这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你可以按个喜欢跟订阅，留言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。